被配了，就不要味儿的话，配啥子都管，不用闻那些。来，让着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被网友们称为叫北上广潮的大美潮县。今天我们要去吃一个被本地人视为神一样存在的张家大烩菜。就是前面这家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潮县非常有名的张家大烩菜。老板，咱这个烩菜现在怎么卖的啊？啊，老板不能说话。这个烩菜是多少钱一碗？现在20。漂亮。他家这个烩菜做了多少年了？40多年了。啊。收款60元。来，走。他家这个大烩菜感觉就像一个大食堂。这门口停满了车，全是来吃这个大烩菜的，到处全是人。这里面全部坐满了。又来一锅。羊肉、丸肉、芹菜、木耳、牛肉、豆腐、这个是酥肉。非常有食欲，看着就想吃，这东西真不错，这做的非常好。那咱这个大烩菜是正常几点到几点啊？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半。7点就做了哈。6点多就有了。啊。那像这个一天能做多少碗呢？大概不知道，好多差不多。啊，没数哈。你家这个生意太火爆了。啊，现在还不算好哈。咱做鸭，你被配了，就不要味儿的话，配啥子都管，不用闻那些。哎，他家这个烩菜您吃过吗？吃过，好。好不好？好吃啊。吃啥的嘞？经常来哈。啊。上碗。收款40元。帅哥，他家这个烩菜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哈。经常过来吃啊？哦，天天过来吃啊。过来。啊，你们就在附近做事的哈？对，就附近干活。
挺好的哈。应该是都是常客了。来，过来。耶。大姐，给我来一碗呢。啊，我就坐这个门口这张桌子哈。啊。这个就是朝鲜啊大名鼎鼎的张家大烩菜，它这个里面啊是放了这个丸子，还有这个酥肉，啊，这边还有羊肉、豆腐干，还有木耳啊、芹菜、蔬菜之类的。它这个汤啊喝起来非常鲜，就是那种咸鲜味的，然后带一点酸。它这里面啊还有这种羊肉，这个羊肉煮的不是那种软烂的，这吃起来很有嚼劲的。它这个现在是卖20块钱一碗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馒头，这个馒头是5毛钱一个。我看到他那边吃这个杂烩菜的很多啊，都是在周边工作啊或者做事的人，大家就会可能就是图一个实惠方便。这个是牛肉，他家这个大烩菜啊是在朝鲜啊最火爆的一家，2层楼，楼上楼下一到饭点的时候全部坐满了。这个各地啊有各地的吃法。这个应该就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它这一碗啊量还是足够大的，我不吃那个馒头啊，估计这一碗啊都吃不掉。我们谈都不谈啊，我谈都不谈，都没有啊。没有啊，那要是因为明天我是赶快出去回上班的上班的，对，散学的散学。像咱这个走廊这边大概能消费多少钱呢？消费很低的。
杯，这一杯有2两。喝早酒，咱这个是不是天天喝啊？基本上是天天中午晚上喝不喝了呢？喝吧。还要喝？对。酒心呐。这一天要喝多少？一天搞个7两8两。您现在有50啊？没有啊。还没有50哈。还有嘛，今天的早酒到外面都有喝冰箱，喝早酒的。到我们这个地方喝早酒。早上3个人能喝多少酒啊？起码3个人要搞2斤嘛。除了不开车以外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正常做事。正常做事。那头晕不晕呢？这酒量太厉害了，你这个。你最高能喝多少？一对？我7两个，7、8两的。能喝7、8两？7两个。现在我们又来喝早酒了，他家这个酒啊是。
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宁的泗水县。泗水县的这个猪泡羊肉啊是非常出名的，但是还有一道美食也是非常受当地人的追捧的。今天我们就过去看一下，就是前面这一家。2个羊肉的外卖。夫妻收款10元，夫妻收款15元。美女，你拌这个是什么肉啊？羊肉羊肉现在怎么卖的？110一斤啊，论斤卖的。装了3个羊肉的外卖。 2瓣羊肉。那个稍微一等啊。吃辣椒吧，有什么的呀？来4号的好了，来。夫妻收款19.4元。装1个韭菜1个豆腐的带走。要什么馅儿的？大姐，咱这个饼叫什么饼啊？那叫馅饼。就叫馅饼哈。哎，我看您这个馅饼做的跟别人家还不太一样。不一样。这碗就我一份儿，这属于我一份儿。啊，泗水县只有您这一家做。哎，对，他们都是烤箱做。这种做法非常新颖，第一次见到。大姐，我看你这个手法太熟练了。我干了20多年了。啊。干20多年了。卖粥，俺老婆卖粥啊，然后他没有炸油条的，后来炸油条不干了，我不会炸油条，所以我就弄了2个在家烤了吃的，我就试试，后来干起来的。当时穷，这2个夹子6块钱一个买不起，没有。没想到做火了，现在。就是。咱这个总共有几种馅啊3种豆腐、韭菜、羊肉。啊，还有韭菜的和豆腐的。这些馅子从来什么料都不放。都是原味的哈。哎，从来不放料。啊，就放盐。哎，对，盐、酱油。 3种这个馅料啊，哪一种卖的最好啊？还是羊肉的？羊肉卖的最多了。啊，那说明人还是喜欢吃肉啊。对。馅子好，不掺假。啊。那像这个羊肉馅，一天能用多少呢？2大盆。要这个2大盆。反正好几十斤那个，算的是可沉了。哎呦，这一盆不轻哦。好几十斤，真有好几十斤。一个人管8个小锅。 这个厉害，像您这个一天啊，大概能做多少饼呢？我没查过，反正得一天都好2袋的面吧。来，谁要来6个羊肉的？大姐，咱这个饼啊，面是死面还是发面的？对面，这算是发面吧。发面的哈。哎，因为死面烤出来硬不好吃。 它这个下面这个炉子里面火啊，就是一根独柱，哎，你看，一根独柱火。这边没有，从济南开过来的。啊。他家这个生意，9点多了还有这么多人。忙不过来。啊。帅哥，他家这个馅饼味道怎么样？太棒了。 以前吃没吃过他家这个？吃过，经常来。看大姐做这个饼啊，怎么做连路做都不够卖的，这筐里面还是空的。大姐早上正常几点钟就开始做了？5点来，5点来开门。那么早就有人吃了？来的就有时候还有在这等着的了，来的就是吃饭的。这天亮的早，那时候来的就是吃饭的。他们做的不一样，他们是那烤的，那个烤箱烤的。烤箱烤的。就没这个有感觉了。 哎，对，它没有这个好吃。我看到现在还是喜欢吃肉的人多。那主要实惠，5块钱一个，羊肉这么贵也不贵，这样卖的，素的才2块，实际上这个价卖不多了都。那个豆腐和韭菜的是2块哈。2块，所有的东西都涨钱现在，不过我没涨钱。大姐，那像你这个正常晚上做到几点呢？哦，我做的是早上和中午，晚上吧我就不做这个了，晚上干脆吃个水饺么的。 有个来吃个水饺么的，羊肉水饺、羊肉馄饨。晚上我不在时间长，再说了到7点我就回家，很晚了早起不来。早上就起不来了哈。哎，晚上不能再太晚了。啊。
你的手太快了，跟不上你。对，干么都快。这个要没经验的话，我估计一会儿就煎糊了。嗯，对。我估计大部分人啊都是冲着你家这个馅饼来的。是，比如这个肉，看这个肉也可有名了，都老一辈就熬。这个相当于是明火烧出来的。对。然后它这个就让它烧出来有时候不漂亮，烤箱烤的漂亮，不过它不好吃。我买了烤箱烤了一早上，都嫌不好吃。家这就没用它。就不用了哈。哎，就不用了，给了2000多块钱那个。您觉得他家这个馅饼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挺好哈。蔬菜这跟这个一样恰嘛。啊，你喜欢吃素的哈？嗯。他家有一种羊肉的，你吃过吗？羊肉的，来这俩啊，又来一块。您正常像一个早上能吃几块的？2块。2块就够了，加一碗粥哈。帅哥，他家这个羊肉馅饼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哈。啊，你们以前也经常过来吃吗？啊，这种羊肉馅饼啊，在咱泗水多不多啊？不多。好冒点行不行？啊，这个就是白水煮的哈。对，就是白水。啊。放辣椒酱。白水豆腐。对。啊。美女，那你给我们来2块羊肉的馅饼，还有那个豆腐韭菜的，一样1块。啊。哎，我听说你们泗水好像那个粥泡羊肉挺出名的哈。反正这个粥基本上就咱这一家泡羊肉的话。美女，那你给我们来2碗粥。粥再见了。啊？没有粥了？嗯。那还有什么吃啊？豆汁啊？那泡不了羊肉，那个豆汁也没法泡羊肉啊。不是一个味儿啊。对呀。哎呦，没事，那我们就来2碗那个豆汁吧。白水煮豆腐我看挺不错的，那给我们来1份哈。这个是腌黄瓜。找点咸菜。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快点啊。哎。这个就是泗水啊很有名的羊肉馅饼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啊啊。他现在这个馅饼啊是卖5块钱1块，我们来尝一下。它这个外皮啊吃起来啊是非常有韧性的，我感觉吃起来有点像华夫饼的那种感觉。它这个羊肉馅里面啊是放了大葱的，就明显吃出大葱的那种香味。你看这里面的羊肉馅，多少羊肉？这个5块钱1个的馅饼啊，里面放这么多羊肉啊，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。这个饼啊，难怪它有名气，觉得做的非常好吃。他家这个馅饼啊，现在是有3种馅，一种是羊肉的，还有一种是韭菜的和豆腐的。羊肉的是卖5块，然后那个韭菜和豆腐的是卖2块钱1块。但是相对来说啊，吃肉的还是比较多。他家不光是这个羊肉馅饼啊比较出名，更出名的是他家那个猪泡羊肉。其实我们原来啊想弄一份那个猪泡羊肉尝一尝的，但是他家这个猪啊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没办法就打了1碗这个豆浆，然后还点了一份这个小菜，这个叫白水豆腐。这一份白水豆腐呢是3块钱。它这个上面这个辣椒，水辣椒，可能是自家做的，非常香。这个就是素的。哦，哇，啊，它的里面是韭菜、鸡蛋和粉条。它家这个馅饼啊，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这里面馅特别多，
真的是做到了皮薄馅多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大爷，那您给我来5块钱的呢？吃了的吧，吃不了就100块，能2块钱的吧，挺多了。哎，你尝尝，哎，这好尝，你吃饭都吃不多，你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啊，你能吃多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山东的曲阜，也就是孔子的老家，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。听说啊，这边有一个70几岁的大爷做这个地方名吃熏豆腐，非常好吃。现在我们就过去探访一下。就在这个前面啊，已经远远的闻到那个炭木烤的那种香味了。大爷，您卖的这个叫什么？热锅熏豆腐。熏豆腐哈，哎，熏豆腐，这是咱当地的特色哈。哎，曲阜特色。大爷，这里面这黑的这个是什么？桂皮。啊，桂皮。哎。啊，有肉。啊，里面还有肉。哎，有肉。这个猪油往外。哦，它会煮出油来。哎，煮出油来。啊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调料桶啊。这是材料包，盛材料的花椒、茴香。您现在这个熏豆腐是怎么卖的？1块钱6块。像这个。我们6个的1块钱。哦，这6个1块钱。哎，对。哎呦，便宜哦。便宜。像这1块钱能挣到这个4、5毛钱？挣不了，还是挣到2毛来钱。因为小，这个一天才挣到也就30、40块钱。大爷，您今年有70啊？77。77了。啊，虚岁。啊，周岁76，属狗的。这是白豆腐，人都卖2块5，我卖的是1块8，有时候光5块钱给他3斤。这一板豆腐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一板子啊，60来块钱，65、6块钱。这一板豆腐1个斤能卖掉啊？1个斤都卖了了，卖了啊哈，卖了了。要是卖了的话，弄到也就是40多块钱。啊，40多块钱一天哈。要熟的是吗？大爷，这份是多少钱呢？2块钱的。2块钱的哈。啊，挣不赚钱？不赚钱。挣不翻，挣一点儿，不能不挣点儿。挣一点哈。哎，挣一点儿。还要放上佐料。这是辣椒。这辣椒。哎，对。这是香油和这个味达美。哎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是2块钱。问你大爷，这个熏豆腐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啊。啊，以前也经常来吃哈。啊，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得有50年了吧。那您一直就是在这个大集上做吗？各个集上都去，干5个。5个节。啊，那您这个相当于天天做了哈？啊，天天要做。啊，这个就是熏好的哈。熏好的这个是。啊，这个熏好的外面就是有那种金黄色。哎。整那个火在锅里，点着锯末，拿锯末熏，老传统那个熏法。白的吧，铺的吧，就卖的是2块5啊。您都比人家卖的便宜。哎，我这个熏的就卖的铺里的白豆腐钱啊，都是3块3、3块4的。哦，豆子3块多了。3块多。别人家卖2块5，您为什么不想想涨价呢？没呀，得上岁数了，无所谓了。啊，再干个年吧，2年的顶多了，不干，不想干了啊，不想干。我看您这身体杠杠的，最起码还要干个10年8年的。累啥累的？那这个手艺啊，儿女们有没有学的呢？没有，没谁干，不挣钱，没人愿意干。没人。
的很多都是烤箱熏的。烤箱熏的没有这种原始的熏肉风味。没有味儿。这就是还是老手艺啊。它连个锯末啊，怪干净，怪沫。锯末。大爷，这个熏豆腐你也经常吃吗？对，经常吃。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很好。啊。大爷，那您给我来5块钱的呢？吃了的吧，吃不了就白花。那2块钱的吧，挺多。哎，你尝尝，哎，尝，你吃嘛都吃不多，你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啊，你能吃多少？放点辣椒，再上去，我来咸。这个辣椒也是您自家磨的是吧？自家制的。啊。大爷，我这个豆腐先放这边哈，放一下。啊，行。这边有卖西瓜的。大姐，你这个西瓜怎么卖的？1块钱一斤，就是像破开这种啊，里面。啊。那你给我称2个好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哈。江苏。大姐，你给我挑2个好一点的，那个不歪掉了。那个有点小了吧？你给我再调一个稍微大一点的。出不来。我看这个还可以。现在西瓜都便宜啊，1块钱。你算到1块5。23哈，行好。1块5。大姐，这个瓜叫什么品种啊？1块5 41嘛。田王。啊。哎呦，这货。弄个袋子套一下。6块钱得去40多块钱都，10来块钱。这个太重了。这袋子卖这个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不挣钱，你买这个都没有，这么个意思。大爷，我买2个西瓜给你。不要。您在这白天也喝不了水，我买2个西瓜给你。没有。这个就是曲阜的名吃啊，熏豆腐。我们来尝一下。它这个熏豆腐啊，调料很少啊，就放了点辣椒，然后放点酱油。它这个豆腐呢，被它熏过以后啊，感觉到这个吃起来非常的紧实，而且明显能吃到那种烟熏的味道。好吃，这才叫真正接地气的美食。豆腐这里面全是孔。我这豆腐用糊，正为我用啊，没点这个水，我感觉这个熏豆腐啊，如果用点白菜烧一下，应该更好吃。大爷，这个豆腐啊，现在是卖1块钱6片，我这里面是2块钱。50块钱。对，我平时就蛮喜欢吃豆腐的。但这种熏出来豆腐啊，第一次吃。不行，在俺街上卖到50、60块钱。南溪我不去，我上来。感觉啊，吃起来有点像冬天我们吃的那个冻豆腐的感觉，但是它比冻豆腐啊又多了一道烟熏的味道。这位大爷77岁了，做了50年的这个熏豆腐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啊。那是凉了不行。这个熏豆腐啊，刚刚听大爷说啊，就必须要趁热吃，趁热吃最好吃的。哎。经济是最差的，消费是最高的，在广东很有钱的，有名。我们的经理呢蛮有钱的，他的鱼啊，还种西瓜。2块钱酒，无限续杯，任意喝，干净。你看我这2杯下去，这脸红的，跟那个红头老千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湖北的建立市。今天啊，我们还继续去喝早酒。今天这个雨下的特别大，但是还是挡不住我这喝早酒的心情。就是前面这一家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现在还不到7点半，这个喝早酒的人啊，满满当当。哦，它这个地方还比较大，这里面还有。喝了多少今天早上？没喝啥，就是打个喷尖吧。反正我每天都要喝酒，每天一天。我今年才40年18岁喝酒了。我喝酒就是干活，不干活哪来钱？喝酒。老板，你家这个猪蹄是怎么卖的？
啊8块8块钱钱一碗，一碗，1块啊！哦，这个猪蹄8块。这个是鸭翅，这个也是8块哈。他们吃鸭子要不要？要吃啊？鸭子啊！你们吃得起不噻？外面这雨啊越下越大，但完全没有挡住大家喝早酒的这种兴致啊！这么多人，喝的是什么酒啊？你这个？白酒。白酒啊？能喝多少？4年。天天早上喝吗？天天喝，已经30年了。那像这个喝完了以后，白天要不要做事了呢？干活。还是喝习惯了。喝习惯了，喝习惯怎么喝？像这个早上正常3个人的消费多少钱呢？100块，100块钱。100块钱。我发现监利人啊，这个消费还可以啊。监利消费最高。消费挺高哈。啊，他监利人有钱。没钱。监利人没钱。我们这个地方的早酒习惯就是这样子的。早酒文化啊，我们现在湖北省是我们监理县茅台，金陵茅台。你喝的这个叫什么酒啊？金陵茅台吗？啊，酱栗茅台。适量的适量酒，高粱酒。这个是多少度的？52度。70。啊，您今年70岁了，精神杠杠的。每天都喝，每天3餐，1天3餐。1天3餐。那这1天也喝到1斤酒了。没有1斤酒也得有8两。老板，你这个鸭子是怎么卖的？70万。多少？70万。70块钱一只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明显吗？这个点一个猪爪，这个是8块的哈。猪爪、鸭子，他们吃的好像还有那个什么豆腐干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给我来一份呢，来一份那个。豆腐干，那个就是吧，豆腐。来，给我。这个是多少钱呢？5块钱。啊，好。酒在哪里呢？你家酒？桌子上面。酒桌子上面，酒桌子上面。哦，桌上都有酒哈。对。那个就是自己倒了哈。自己倒，2块钱一个人，2块钱随便喝。哦，不限量。不限量。我要找个地方。哪里有地方啊？后面吧。这个是酒啊，喝酒。好的，谢谢。今天啊，我们在建立啊继续喝早酒。他家这个特色就是卤鸭，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卤鸭，这一块卤鸭是8块钱。我们这边啊还点了一个猪脚，这个猪脚也是8块。啊，这还有一份豆腐干，这个豆腐干呢是5块。然后这2个小菜是免费的。他家这个白酒啊是2块钱一个人，不限量，无限喝。来一口。这酒不可以。尝尝他家这个卤鸭。这个鸭子做的味道可以。它这个卤鸭里面还带点辣味的。建立这个早酒啊，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，有什么卤猪头肉的，有这个卤鸭的，各种各样，还有卤肥肠的。但他家的特色呢，就是这个卤鸭，在监利啊还是比较有名气的。尝一下这个猪蹄。
它这个猪蹄啊卤的并不是那么太软烂的，就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。说实话，我早上啊喝这个早酒啊，吃这个卤菜还是真的第一次。我感觉监利这边啊，他们早上的消费啊，其实还是蛮高的，可能就是一种消费习惯吧。其实啊，今天外面是下了大雨的，但是完全没有挡住他们那种喝早酒的热情。里面啊，好几间房子都是满满当当的，全是喝早酒的。再来一杯。今天啊，我专门没有开车，就是来想喝这个早酒，体验一下。它这个酒啊，度数还可以。我这2杯下去啊，你看我的脸啊，跟红头老天一样。很足梨，喝早酒，太爽了。这个8块16，加上这个5块钱23，然后再加2块钱的白酒，啊，我觉得总共花了25块钱，一顿早酒还是挺丰盛的。我这个羊肉在本地受欢迎，在外地也有慕名而来的。去年吧，有一个浙江的老板开着宾利到我店里来消费，他们3、4个人消费了1000多，临走的时候还打包了1000多块钱的羊肉。你要不信，你到网上看我这个周边的停的车全是豪车。像这个烤肉啊，你能吃几串呢？180串吧。180串？200多串都没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的菏泽市，现在是在牡丹区的人民路。早都听说啊，这边有一家烤全羊啊，非常出名，而且做法和别人家还不太一样。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。大家就是在这个人民路的美食城里面。咱用的这个羊肉嘛，是咱菏泽本地的山羊，最好的青山羊，都是在25斤到35斤中间的羔羊，在全国都有名。外地的羊肉精膻味特别浓，这个羊肉呢鲜香，跟外地的羊肉它有区别。到菏泽你不吃一顿羊肉和羊头，你算是白来了。这一块是羊排，哎，羊排。一整只的，它的不仅味道，每个部位它不会说都有味。再一个说了，一整只的羊，2、3千块钱，这消费不起啊，老百姓。对。这个你想要多少你点多少，想吃多少点多少，哎，咱们消费得起啊。像你这个一天正常用几只羊呢？正常就是5、6只嘛。受这个疫情的影响，这个生意也不是太好啊。在我们疫情的情况下，我每天得用10只羊。这个是什么黄酒啊？不是黄酒，这是熬制的那个大料，就是大料水哈。啊，大料水。这一盆有多少肉啊？这一盆大概就是70、80斤吧。啊，30多种名贵中草药熬制而成。那别的要不要加什么调料的呢？那任何东西都不用加了，一只整羊，所有的部位都有，串到一起，这就叫烤全羊。那这个要腌多长时间呢？就个3、2分钟就可以。啊，就拌拌就行了。拌拌就行。这一串大概有多少肉啊？大概就是1斤嘛，1串1斤，1串1斤羊肉。凭我20多年的经验，只多不少，基本上有数哈。啊，基本上有数。我这手一摸都知道多少羊肉啊。那现在咱这个羊肉串是怎么卖的？咱这个羊肉串嘛，这是1串1斤，卖60。
在我们本地呢，别人都是卖的65，我还是卖60，为了叫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嘛。在菏泽是最便宜的啊，他们卖的都是65、70的也有。我做了20多年了，在本地受欢迎，在外地也有慕名而来的。去年嘛，有一个浙江的老板开着宾利到我店里来消费，消费了1000多，临走的时候还打包了1000多块钱的羊肉。你要不信，你到网上看我这个周边的停的车全是豪车。大哥，这个羊排是怎么做的？羊排也是烤的，这个也是烤的啊，腌制完再烤啊，一串也是1斤。那这个价格呢？价格一串也是60，一样价，一样价。我在那租那个房子，租那个门面房，2年房租70万，又在菏泽70万就买到一套房了。他们都知道我有名有钱，非得让我租他那个房子，租了最后干了2年是白干，气得我，真是我跟你说，真是我没法还是回到这个烧烤院来干吧。2年挣了一套房子钱，全部给房东了。这个烤全羊在菏泽这一片，菏泽地区，他们还真没有能养到我的。这个羊肉是纯山羊肉，在你全国各地，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吃的那种小串，那全是绵羊，没有一家山羊肉。不管是这个干烧烤干的多有名，都是绵羊。闻名全国这个羊肉就是出的就在菏泽这个黄河滩这一块。哎，你别的地方就不行。哦，这一盆全是羊头，羊头。这个羊头就是提前卤好的哈。啊，提前卤好之后再烤，35一斤，论斤卖的。论斤卖的。这一个大概有多重啊？2斤左右。提前预烤一点，客人来了以后，他等的时间长，那不行，他改闹了，现烤来不及。一路烤40斤，40串。这个刷的是什么？刷了一香油，啊，纯香油。刷上油，它再烤它不会糊。用这个果木这个炭烤出这个羊肉呢，它有种炭香味儿。像你这么大肉串，最多的客人一个人吃过多少的呢？吃过3串，那就是3斤了。3斤，对。还有你这里面温度太高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屋里边温度啊，现在得有40、50度啊。这个冬天太好了，暖和，一到夏天真是要命。这个正常的烤啊，就是用这种慢火，得烤半个小时。烤的这个羊肉呢是金黄色的，外焦里嫩。其实这个羊肉啊，真不挣钱，就是这1斤羊肉就挣个10块8块的，也没大意思。不带的酒水啊、菜啊，那个利润稍微大一点。这个半成品现在就可以了，等着客人来了，再开始一烤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。从这个北头到南头，整个这一面都是我的。这个门口啊，这场地不小，屋里屋外有80张桌，80张，80张桌。这个烧烤城啊，我占这个烧烤城的1/4。所以说大家这个烤肉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吃着比较不能说是入口即化，但是蘸上这个料之后，就是味道比较足。我也是口口相传被吸引过来的，也是慕名过来的。对。咱今天晚上是同事聚会的还是怎么了？哎，对，给我们老板庆生。这个羊排
来肉厚的还剪一下啊。对。现在的一会儿功夫啊，都差不多要做满了。这一炉啊，大概要烤多少羊头呢？这个一般的烤，要是烤马吧，就是烤20多个，20、30个。滋滋冒油啊！这看着流口水。大家点菜在哪里点呢？啊，就在我这点。在您这点哈。那你给我来一个羊肉串，大串的。啊，再给我来个羊排。烤羊头现在有没有啊？烤羊头有。啊，给我再来个烤羊头。啊。这个小串是不是叫掌中宝？掌中宝是吧？对。啊，掌中宝给我来2串。哦，好嘞。还有那个小的羊肉串再给我来2串啊。好嘞。啊，这就是打包的哈。啊，这是打包的羊头。啊。这个就不用撕了哈，不用撕，它会自己回去撕进。这4个羊头大概多少钱呢？这4个羊头大概就是200多块钱。啊。5星级酒店还打包羊头，一打包10个、8个羊头。啊，都是从你这打包走。打包走，上酒店吃去。它这个烤羊头啊是论斤称的，35块钱1斤。这个羊头啊是68块钱。尝一下。它这个羊头啊是先卤过的，然后再烤的，所以吃起来非常入味。孜然味不是那么太重的，能吃到一丝丝的那种甜味。它这个羊头啊是不带皮的，这个肉啊被它放在炉上烤过以后啊，这外面一层啊非常的焦脆。太香了。这个一定要弄出来。这个羊眼睛啊，可是个好东西。哇，有点烫。哇，非常的有那种胶质感，而且吃到嘴里面一咬啊，它就是有那种爆浆的感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菏泽啊最有名的烤全羊。我们点了一个这个烤羊肉，还有一个烤羊排，它这个一串是60块钱，2串120块钱。下面还有一把宝剑，这个，哇，刚刚烤出来的，还有点烫。它这个肉啊都是提前腌制过的，吃起来非常入味。老板还配了这个孜然粉和辣椒粉，但是我觉得就这么吃，原味的最好吃。它这种烤羊肉呢，吃起来不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烤羊肉串，就吃起来非常嫩，但它这种呢就是非常筋道，吃到嘴里面就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。蘸一下这个料。哇，太爽了！我感觉这一串我能吃掉。来一块羊排，其实整个羊身啊，这个羊排是最好吃的，因为它里面啊带了肥肉，油脂比较充足。满口流油啊！
这家啊做这个烤全羊在菏泽啊是非常有名气的。刚刚听老板讲，他家光做这个烤全羊，每天就要用到5、6只羊。现在而且是受现在疫情影响，没有疫情的时候啊，他家每天都可以做到10几只羊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，你看他家这个门口基本上全部坐满了，生意非常的火爆。他家还有这种小串，这个小串呢是2块钱一串。和这个羊肉比起来，我相对来说还比较喜欢吃这个羊排的，因为靠骨香嘛，这个羊排吃起来特别香。大姐，咱这个面条现在怎么卖的？1块钱一份，1块钱一碗。卖23年多了，28都开始卖面条了，卖23年了。啊，一直卖这个1块钱。哦。啊。您这个面条啊是炒出来的？蒸出来的。哦，是蒸出来的。冷蒸的。啊。蒸吧，有炒的，有冷有制的。我看这里面好像还有豆芽啊。啊，长了豆芽少点，长了菜少点。啊。几块长辣椒？3块。长几束？这个长1碟辣椒去。2块3块。像您这一份面能挣5毛钱？赚2毛钱都是好了这味儿。面也得100多一袋，但都贵，现在有200多一桶。成本也高哈。真卖不多，这赚不多。那您这个怎么没想涨点价呢？也想过，这回想先凑合着卖吧，少赚点，薄利多销。都是老顾客，也涨了就是少赚点，多卖点有了。都是老顾客说实话，也不好意思涨。因为要2块钱一碗，光就是贵了。您这个面条是自己加工的？自己压的。啊，我家有机的啊。就现压这加工费都还贵，1斤面都加工费都6毛钱了。我自己压的，费点功夫。谢谢收看1点5元。这个成本能降一点。成本降下来了，用着没买那么贵，都是扶着吃。帅哥还加点辣椒，喜欢吃辣哈。他喜欢吃辣椒，他喜欢吃辣椒。他家面条味道怎么样？这个吃多少年了？有个20多年了。老顾客了。老顾客了，你们看这个都吃了。吃多少都知道了，不用问。你说的2说的。都是的。大姐，这个面是什么时候蒸的？我看还冒热气呢吧？早晨起来吃好时候都6点多7点了，睡也不到3点就起了，2点多都起了。起那么早？啊，你不起早吃不出来。像你这个一天能卖多少呢？卖100多一面，200多也是。早晨起来卖7、8百块钱面条去。放暑假时候生意好的，卖3袋的面能卖150多斤面，这回卖2袋的多。放暑假孩子都搁家点面条的多。啊。一般人有吃1块的饭量小的嘞，2块的，2块的最多。一般人跟这小男孩一样吃2块都饱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2块辣条。辣条，这个都是小菜。榨菜啊、辣条之类的哈。海带丝儿、辣条、小鱼儿。这边还有咸鸭蛋。咸鸭蛋。拉面哥3块钱的便宜啊，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更便宜了。我面条比他还便宜，比他还便宜。大姐，像这个价格啊，在朝鲜有没有比你再便宜的？没有，人家都论斤，那个论斤卖那个也卖7块钱斤，我这个合不了7块。啊。我买的最便宜的，就买这面条。急了都把脸忙了啊来。我看那边好像还有油茶是吧？啊，油茶、豆粥、胡辣汤这边。啊。那是俺老表卖的，他卖稀饭，我卖面条。啊，您就是卖这个面条。啊，我是专业面条，他是专业饭。他给你配套。啊，对了。放哪吧？长辣椒吧？饭2块。2块都拉点了。大叔，他家这个面味道怎么样？啊。您买了多少？1块钱这边？啊，2份2块钱。啊，您觉得他家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咋的成本了？啊，挺便宜的哈。这一桶都卖完了吧？我看看这边还有卖油茶的，我看一下。少做。这个是油茶哈。妹妹，咱这个油茶一个早上能卖多少呢？
500-600碗啊。哦。哦，就是外面那个大罐子里面的哈。哦，它这有2个大壶，这里面都是油茶。油茶现在还有啊。啊，咱这个油茶现在卖多少钱一碗？2块钱。啊，那给我们也来1碗。油茶。好嘞。好。阿姨你好，他家这个面味道怎么样？不孬，不孬，很好哈。我离家也近，天天买的回家吃。今天我不让吃。哦，平时都买带回家。啊，带回家吃，还有点油茶。啊。特别好。啊。味道也好，便宜。便宜哈。啊。大姐来给我们来一份呢，来尝尝。哎，放点辣椒。这个放在塑料袋里的哈。啊，这就是朝鲜最便宜的蒸面条，1块钱1份。点了一个这个胡辣汤，这不叫胡辣汤，这个叫油茶。到现在我都没明白这个油茶跟胡辣汤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油茶是2块钱1碗。尝尝这个面条。咱这面条里面还有这种豆芽，放在里面一起拌出来。我刚刚让它里面给我放了点辣椒，这吃起来就是带一点那种辣味。它的面条外面是拌了一层油，明显能吃到那种油香味。因为它这个面条是蒸出来的，所以吃起来感觉还是有点干。哎，这个油茶味道可以，你看它这里面还有面筋、花生米，很浓稠的。看着很普通的一个蒸面，拌的这个味道还确实可以。这个应该是我吃过最便宜的早餐了，这1碗汤啊是2块钱，然后加1块钱的面条，3块钱。一个早餐，他这个正常啊，也就是早上5、6点钟啊，卖到11点钟，就是卖个几个小时，都可以卖到700、800块钱一个早上。现在这个1块钱能买到什么？你一般到水饺店的话，光一个水饺的话，现在都要不止1块钱。他这1碗面这么多分量，1块钱。